市场接下来要怎么走 ？CPI 会如何影响盘面？最近 ETF 都不会流入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先打开 MACD， 这在技术分析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周线我们在4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产生了死叉了。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我们在过去比特币的盘面呢，一旦产生这种周线级别 MACD 的死叉，通常我们需要调整的时间呢，都会非常的久。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当时在519之前就有经历过一次的周线级别的死叉。那我们当时呢，调整的时间非常的夸张，已经来到了3-4个月左右至少也是3-4个月，我们才又重新开启一段行情。那么我们上一次牛市的顶峰呢，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熊市的起点我们也产生了一个死叉。我们是一直要到水下之后呢，我们的趋势呢才进行改变。那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产生金叉之后呢，我们离底部也并不会差距到太多了。你可以观察到的。那你可能会说了，我们前面大约在25000到3万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们也产生过一次的死叉不过呢，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呢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举的这些白色线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当前还有我们之前在519之前在牛市顶峰的时候，还有接近熊市最低点的时候，这几次呢白色线它都是有极大的乖离的时候，也就是快慢线呢它距离零轴有一定的距离，它这个乖离是够的，那么这个效果呢才会被显现出来当我们的乖离不够，我们产生的不管是金叉死叉这些参考价值呢其实是并没有很高的那你可以看到后面呢，它是又空中加油一次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就产生了我们上涨的起点。那我认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死叉来说呢，最健康的方式就是我们进行水下的回调，就是回调到我们的快慢线回到水下之后，然后再重新金叉。那么在金叉之后呢，我相信就会是我们第三浪的起点了。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看到这个红色量能柱的慢慢衰减当然这个红色量能柱呢，其实也就是快线减去慢线的这个值你可以观察到。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回调了一段时间了，但你可以看到，其实回调的还是不够的最好的方式绝对是要到水下进行调整之后，然后再重新向上。好，那我们再看到那我们可以就当前的盘面结合 MACD， 如果说它要继续调整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预期未来的这一段震荡下跌的走势呢，还会再走一段时间的，它并不会到那么快就结束。好，那我们再回到日线上吧。日线上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依然是在这个通道当中的这个通道大家可能听到耳朵长茧不过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呢，其实是中线。在中线呢，其实它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在一开始到7万多的时候，这段时间其实行情都是很强势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来来回回的触碰我们之前所产生的最高点。不过我们现在要回到7万它这个间隔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间隔都是这么短的，现在我们的间隔呢越来越长了，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当前趋势的强度呢也产生了变化。一开始的时候绝对是多头比较占优势的，很强势。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多空比较均衡。因为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均线的位置就从这里之后均线上下它所分布的行情基本上是1:1就是上面它有这2部分嘛，那下面它有这3部分所以基本上是很均匀的。那甚至可以说我们是稍微偏向空头一点的，因为我们还在高点在降低，低点呢也在降低所以其实是震荡偏空的走势。那么中线的位置呢，它可以帮我们去区分当前走势的强弱。当我们的 K 线在中线之上的时候，那代表我们的当前的走势是比较强的而且甚至呢，连中线它都有一些互换这种效果，你可以看到的，其实还蛮明显的。所以当然了，我认为当前这种震荡下跌的走势，其实我们做这种震荡之间的行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方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做空，那我们在下方的位置可以考虑去做多当然了，我会认为做空会稍微更有利一点因为我们还在创出新的低点，那高点也在不断的降低这点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点点，我们再切到4小时。到4小时之后你可以观察到还蛮有趣的。基本上当前最重要的就是58000
如果说58000被下破的话，57500到58000左右，如果这个位置被下破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二探。那如果没有下破的话，我们在往上就会再走一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如果说我们画成浪形的话，大概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这段上涨它走的是一个五浪的结构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拖的比较长那当然这个往上走，我也认为是会比较有限会比较有限你说要到前高呢，是非常困难的。好，大概是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的反弹是到了63000左右，我们就结束的话，那我们就会是这样的走势就这段反弹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即将呢开启这种五浪这种回调当然我们画的是锯齿嘛，对不对？锯齿浪的这种浪形它就在进行二探大概是这样所以关键就是它有没有把58000给跌破如果跌破的话，那就是二探。如果说这个位置有撑住白色线有撑住，那我们就是往上再走一小段的距离。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在我随便一支影片的下方，你可以看到新户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就会来到这个界面活动界面，下方有仔细的教你要怎么领取这些空头，一步一步的步骤。你可以领取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主流币种的合约仓位，你可以决定多空等等的。那如果你有盈利的话，你可以直接把你赚钱的部位直接给提币走。我们来观察一下刚刚最重要的数据，也就是 CPI。今天的预测值呢是 3%， 你可以观察到呢，我们已经连续3次，我们的实际值呢都低于预测值这当然就表示美国的 CPI 其实是比预期要来的更好的，通膨的状况并没有到那么的夸张。那确实盘面也产生了一些波动当然是向下的波动。其实为什么 CPI 重要呢？是因为FOMC 他们会把美国的利率政策 CPI 是决定未来美国利率政策走向非常关键的参考数据。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结果，这个是原因。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当前美国呢其实在下一次降息会降多少还是有一些分歧的，有可能降1码，有可能降2码那其实呢 CPI 它已经获得了很显著的控制了。我们现在应该观察的，或者说更重要的呢，其实是美国的就业数据也就是非农啦，或者说失业率等等这些数据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上次在会议当中提到比较多的因为 CPI 真的已经获得控制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基本上可以说明一切。我们需要对我们过往的 CPI 呢都做这种历年历月的比较。你可以观察到呢，图表上面有3条线当然这个 Y 轴呢显示的就是时间，那横轴呢这个X 轴显示的是时间那 Y 轴显示的就是这个百分比其实 CPI 呢它就是 Consumer Price Index 这3个字的缩写，对不对？前3个字那我们这边取的是核心的 CPI 指数。你可以看到呢，最深色的它指的是我们年化的这种改变对不对？就12个月的改变12个月这种 CPI 的改变。那么稍微浅蓝一点点的呢，就表示在6个月的 CPI 年化过后的改变那最浅的呢，就是3个月年化过后的改变。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为什么美国这次会进入到加息周期当中，然后决定要控制美国的通膨？因为美国的通膨呢，在疫情过后尤为严重。你可以看到，疫情是在2020年的3月嘛，没问题疫情过后呢，就开始疯狂的这个 CPI 攀升，也就是美国的物价通膨开始完全不受控制你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非常夸张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慢慢恢复到原本的水准当中了，也就是不让大家担心的水准。什么叫原本的水准呢？就是我们在疫情前你可以看到疫情前它有一个比较稳定大约在2%附近稍微高于2%左右的这样的线。那可以看到呢，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来回到这个区间之内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在控制 CPI 经历过了这样的升息周期然后缩表之后呢，它确实已经获得了很稳定的控制了在不出2-3个月、3-4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恢复到疫情前那样的水准了。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来观察一下美国的现货 ETF 流入的数据尤其是比特币的数据。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呢，比特币 ETF 它都没有太大的流入。基本上我们如果以比特币现货 ETF 过往的数据来做参考的话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这种流入量基本上跟没流入是一样的，它就可以视为是没有流入因为这样的流入呢，基本上是不太影响行情的。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数据呢，其实绝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也是今年的1月呢，我们才通过了 ETF，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下归纳，也就是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过往的这几波流入潮哦，在这个位置啊，这几波流入潮，基本上它流入流出，或者说它不流入，它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的。它是一波一波一阵一阵的，它并不会说今天爆量流入，明天爆量流出，然后后天又不流入后天又没有任何数据并不会这样子的，它是一波一波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只要不流入呢，那它就是一段时间都不流入，它不流入就是一段时间都不流入，它要流出就是一段时间都流出。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一段时间它的这个流入量基本上都是蛮小的。那我们在流入的时候呢，你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流入潮也是一波一波一波。你可以看这里有一波流入潮，这里有一波这里有一波，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规律的，就是它并不会说这个趋势转变的非常快，然后它是无序的，并不会这样子，所以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的状况呢，就是当前流入量极少，可以视为是零基本上可以视为是零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的状况吧。美股自从我们在上周一呢经历了很大的回调，大家也清楚，就日本的升息的事件过后呢暴跌。那现在呢，其实你可以看，已经收复了很多的失土了，我们已经反弹了很多了。那当然，这是反弹还是我们直接开启下一波的趋势呢？其实我们要来观察一下我认为如果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话呢，那很有可能美股这波回调就是宣告结束了。我们美股接下来就要在挑战新高，并且创造新高。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的走法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美股也在非常关键的点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